过去在台湾民众很熟悉，我们对于管控疫情的部分，都会做所谓的疫调。隔离，然后再来做检测哦，对台湾民众来讲耳熟能详的一个顺序哦。但很特别的是，我们发现这个不止上面在骗哦，很多的这些中国的这些实验的一些做检测的公司，都加入了一起骗局的这些行列。这部分是不是可以请教老师，到底这些检测机构为什么可能反而也是病毒的重要的这个所谓的推手？老师您怎么看这个议题？中国这一波病毒的来源有一个真正令人惊骇的事情，就是中国核酸检测这个行业，它的龙头企业叫做金域医学，金是金子的金，域是地狱的域。它是被河南省许昌市公安局通报，那这个通报是刊登在中国的最高检察院的网站上，那说明发出这个通报是中共高层批准的。那通报说这家公司传播新冠病毒，那我们都懂这样的做法不是简单的医德败坏这种职业道德问题，它是极其严重的刑事犯罪。它说明这病毒在中国不仅仅是单纯的自然传播，而且还有人为的故意为病毒传播创造机会。那么涉案的这个机构呢，不是一个小小的无名的机构，它是中国核酸检测的龙头企业。这家公司的全名叫做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股份公司。这家公司的网站是这样介绍的：它是一家以医学检验及病理诊断业务为核心的独立医学检验中心。它在中国大陆和香港建立了38家中心实验室，为23000家以上的医疗机构提供检验服务，覆盖全中国90%以上人口所在的区域。那么这个公司的学术委员会呢，它是由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担任主席的。钟南山是武汉疫情发生以来在中国知名度很高的一个中共把他聘为国家级专家的人，所以他的背后是这么一个人。那许昌市公安局1月12号的通报是这样说的，他说金域公司郑州分部门的负责人张某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实施引起病毒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行为，已经对其以涉嫌刑事犯罪立案侦查，正对该案进一步办理中。那么刚才提到这个郑州金域被刑事通报的这家公司的母公司，就是刚才我前面介绍的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股份公司。那么下面我就把这家公司简称为金域医学。那么金域医学既然涉及全国的核酸检测，那它实施引起病毒传播这样的操作，结果是相当可怕的。那么关于金域协助病毒扩散的说法有好几种，比如是主动传播病毒、丢失样本、伪造数据、瞒报数据。那其中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就是金域公司故意的把检测阳性的人报告成阴性，然后让这些感染者回到社区去传播病毒。为了掩盖呢，又把检测的样本成批的销毁。它的目的呢是金域可以依赖疫情检测轻松的赚大钱。那么追究它的历史，金域医学以前是广州医学院的校办企业。那这个广州医学院的院长从1992年到2002年，就是由上面提到那个中国著名的防疫专家、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担任。那么在这个期间呢，有一个人先后是任职于广州医学院教务处和科研处的，叫梁耀明，他得到了钟南山的重用，然后在1997年把他们这个校办企业改名叫做金域医学检验中心，专门做医学检验，然后成了中国的第一家独立医疗检测机构。然后这个机构后来就变成了中国新冠肺炎核酸检测的龙头企业。
那根据公开资料，到2021年11月，金域医学公司是完成了2.2亿份的核酸检测，全球第一，获利巨大，股价飙升。那如果是这样一个核酸检测的龙头公司蓄意的传播病毒，然后依靠扩大疫情来维持高额利润，那它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中国的疫情不断扩散？这是一个全世界都需要质疑的问题。因为金域医学造成的罪孽，不仅仅祸害中国人，而且会通过国际旅客祸害全世界。但是呢，中共对这个案子肯定是秘密审讯，不会公开案情的。他对这个刑事案件呢，可能是从维护当局能够战胜疫情这个政治形象考量，无论如何都要表面上大事化小。因此啊，我们对金域医学的这个罪恶行为啊，就像对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罪恶行为一样，可能永远都没有办法知道真相。那么，由于中共啊在国内统治和外交方面是经常谎言连篇，所以我们就有理由怀疑啊，类似金域公司郑州分部门的传播病毒行为，可能还有其他的案例，其后果难以设想。但中共呢是肯定不会公布所有案情。那就算这次抓住一个案例，谁敢想象今后就不会再度出现类似的案情？还有一个容易引起怀疑的情节，那就是作案者的动机是什么？你如果用单纯的奸商行为来解释啊，似乎说不通，因为一旦被发现的话，那是可能要判死刑的。那如果不是单纯的奸商行为，那就可能有政治动机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中共内部有势力抓住金域医学公司以前存在的各种尾巴，然后逼金域医学公司来传播病毒。如果从这个层面去考虑，背后的政治阴谋就更加大。那就是说，中共内部有一些具有足够权势的人，试图重新制造疫情，从而打击习近平。那这个故事呢，可能开了头就不会有结尾了。因为中共掌权者公布这个案情的通报，就是为了警告他的对中共内部的对立的势力，但他不会公开撕破脸打架打到中共的官媒上，所以外界呢永远不知道其中的黑幕。